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spot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您透过转播来欣赏到是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今天转播团队是来到了台北体育馆的4楼，为你送上精彩的最后决赛的赛事哦。那在今天是进入到了像是女子的4强赛，以及包括了是在5到8名的排名战，都会是在今天陆陆续续的要来分出胜负。那当然，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真正的决赛赛事，所以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锁定 Hotspot 来观看今年度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的足球锦标赛。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与声盲的蒋平何国珍老师及整个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早安。哇，是老师，我想哦。大部分台湾的观众其实对于足球的熟悉是4年1度的世足赛，对，所以呢，大家比较多在看的是11人制的。对11人制跟5人制，它的差别性会在哪里呢？很清楚的看见球场，第一个球场的大小就不一样了，对，然后再来是人数上的不一样，然后最大的差别是5人制节奏很快，但是它的换人的次数它是不限的，对，它是可以马上的就快速的做换人。而且我相信还有一个，譬如说以节奏来讲，对11人制的节奏其实会比较稍微慢一点点的。那在5人制的节奏感上面的话，其实它很快速，对，它来来回回，其实这个对于球员们哦，他的体力分配还有他的脚力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每次在看世足赛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对有一个规则，要重新回到 YouTube 上面看看别人是怎么讲，就重新熟悉一下越位。但是5人制就没有这个规则了。对，5人制没有越位这个规则。所以我相信至少少了越位，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对。但是少了越位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在5人制的足球里面，你在防守端上，你最后面的后卫，其实你要注意有人会去开后门这件事情。没错。所以在这个5人制的比赛上面哦，有时候可能1秒、2秒内就会发生比赛一些状况，可能有进球的产生。对，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这2队其实在前面呢会有一些比赛，它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我们第一场比赛会看到的是女子的4强战，是新北的 Okane 来面对南投竹城水里，选手也陆续的要进场了。其实这个对于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讲，也算是可能是他生涯当中
前几次的这种很大型的赛会经验，对，所以对于小朋友，我相信他们其实心里面多少会紧张的。虽然说从8月5号开始的比赛到今天，其实已经过去了大概4、5天左右，但是对小朋友来讲，那种紧张的情绪，加上开始有摄影机、有转播，大家一定也都会口耳相传。那多少还是要把这个紧张的情绪给宣泄掉，等等上场就是很好的宣泄机会。没错。两边的选手进场，这是女子的4强赛。新北的 Okane 要来面对到的是南投竹城水里。竹城水里其实以战绩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在最后要出现的战绩上其实是0胜2负的，但他们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去面对到了花莲鲁拉拉光复，就最后是6比3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是说有这种一场决胜负的比赛，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讲。很难说，那球是圆的，就看谁在临场的调度跟发挥有在他们的状态下。对，那新北 Okane 他们其实是各个阶层都有球队了，对，包括是成人的这个成年组，然后一路到青少年、青年，他们都有球队。好，那 Okane 他整个的球员名单包括雨晴、雨欣、叶楚爱、陈云轩、洪子琪，还有沈飞纯、罗玉恩、潘岳婷、黄维年、黄家珍、刘丽菲、何晶晶、林玉佩、林燕玲、杨新桥、罗点爱、许荣佳以及林奕晨。这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一支球队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去打到这种职业级的赛事。南投竹城水里的话是连军、申若曦，然后邱昶杰、吕佩琪、古涵轩、詹瑜杰、詹玉琴、陈品慧、古恩瑜、洪敬杰、陈宇竹、古彤、朱晴宇、陈义林以及陈义轩。竹城水里的话，就是像是水里国中还有南投他们自己这边从国小界，我记得他们在国小界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足球是很不错的。那他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把球员是能够留在南投里面的，所以包括在国中端还有高中端，陆陆续续的开始建制他们的这种5人制的足球队。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在基层体育圈非常重要的一环。我相信无论是哪个项目，都会希望球员是能够留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发展。没错。南投竹城水里，我想在昨天惊天一役之后，现在他们是有机会来争取进入到明天冠军赛，能够打到这种大型赛会，小朋友的兴奋感对教练来讲也是兴奋的。那经过前几场的比赛下来，他们在这场表现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你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大比分那基本上你会比较放得开一点。是。好，5人制的足球最重要的第一个在防守端，你要能够去轮转，还有接下来就是在进攻端上面，在分球的时候一定要有人是可以分的，在这边自己脚上发生失误。对，5人制比较讲求脚底的技术比较多，然后还有战术上的运用。对。不过在防守端上面的话，其实就直观啦，基本上就是人盯人了。防守要看每队的教练他们做的决策，有的时候是人盯人，然后或是全场紧迫盯人，然后再有的是做区域的防守。但5人制区域的防守，它的几率高嘛？11人制其实有很多是用区域防守。就看每个教练他的调配，对他的战术运用啊。好，那在场上的话，浅色球衣的是南投竹城水里那深色球衣的是新北 Okane。一开始只要被压迫上来的时候，其实球比较容易往界外线走是。进入到禁区里面，但最后脚一碰，还是没有办法把球往这个球门来射正。球权再回到南投竹城水里的脚上。像新北，我看你现在就是比较采区域防守的状态。对，就是在半场这边区域做防守，就随着球啦，随着球去做左跟右的移动。
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区域防守。对。OK， 这颗球断掉，往前面再给到自己的队友，一路的向前冲。哦，但这颗球给的稍微有一点点深了哦，但球权没有掉。我看那的黄维年，哦，这位是何晶晶。那何晶晶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他在这次的赛会里面已经有3颗的进球，没错，也是在 Okane 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前锋。球给到了一个空间比较小的地方哦，最后只能尽可能的去把它往另外一边送。是。哦，一传球进来，发球进来，结果自己发生了失误，球权再回到 Okane 手里。有的传球直接来起脚射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一个2个人的交叉组合搭配，然后创造出一个射门的机会。这就是5人制足球的节奏。没错，基本上只要带到这个你的禁区附近哦，可能就随时要起脚抽球了。对。三甲来再还给自己的队友，南投竹城水里。现在球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最远带到这个中场左右，甚至连对方的禁区可能都还没进去过。依旧是南投竹城水里的球权。还是被干扰掉，但球权还是没有掉。全玉竹今年是国3，球门球回到了 Okane 的手上。还在后场这一波的压迫是有得到效果，在前场直接拿到球之后起脚射门，但是力道稍微弱了一点，对，那跟位置角度稍微正了一点。嗯，那南投竹城水里他们的防守就比较采用前场的压迫，一边是典型的区域，对，那一边的话是比较在中场往前场的时候，其实球员就会压迫上来，对。然后相对这个消耗的体力也很大，嗯。区域人压了上来，所以选择再往后给。现在在进攻上面的轮转做的都还蛮顺的，1对1的机会，再往中来传，最后起脚力道高了一点点。没错，利用他们现在是利用40的轮转创造出一个机会射门。嗯，我刚刚这一波做的还不错啊，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直接往前场送，还是要注意在过前场的秒数限制。角球，想要直接做穿裆球，但被挡了下来。边线球，哦，5人制足球在边线的发球上面跟足球跟11人制就不太一样，11人制是用丢的哦，那5人制的话这边都是要用脚。用脚，对，用脚处理球。单场压迫上来，其实看起来有开始给 Okane 这边一点压力。对，看现在换成他们的球可能都在中场附近。那2队目前采用攻击的方式都采用40的轮转在运用。那40的轮转的话，就是你会看到进攻的球员，他像一个 diamond 一样、哦。那基本上就是上面的3位会不断的去做轮转。我现在是有压迫上来哦。顺利的把球断到自己的脚上，往前传，但是这边 double team 上来，穿裆球没有，但球还在自己队友的脚上，最后再射门，结果被守门员挡下来。那5人制在
进球的方面最多都来自于攻转手，手转攻的时候。攻手在转换的时候，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并没有所谓越位的限制啊，所以你如果其实你的前锋发动的足够快的话，你很容易就是1对1跟守门员1对1的机会。这几次的射门哦，其实都是有对龙门这边来造成威胁，但是两边的守门员都很稳定，对，机会都有创造出来，但是就差那临门一脚，在角度上没有做最好的选择。对。现在是南投竹城水里的球权。这边是也有换人哦，因为今天原本我刚刚圈一圈之后，詹于杰、詹于静、陈品慧、洪敬杰跟陈宇竹是南投竹城水里的先发，那现在的话是古潼也来到场上了。OK， 这边又是1对1的机会，刚刚也有提到转换快攻的时候，攻手在转换的时候最容易就是造成这种这容易造成吊球的进球的机会了。然后再来就是定位球这些战术的运用。对，球再还给罗玉恩。罗玉恩在现在这一次的赛会里面，目前也是有2颗的进球。球队的5颗进球就是何晶晶3颗，罗玉恩2颗。罗玉恩从明德国中啊，是。那明德国中的话，在上个学年度全国中等学校5人制足球联赛里面也是突破了队史纪录，拿到了北区的第2。是。球有再拿回来，再往上传回给队友詹于静，那詹于静在分边2名后卫。因为现在又回到半场的区域防守了，有耐心的哦。对，但是球现在慢慢的被逼回到自己的后场去了。这边只要来到自己的前场之后，Okane的区域防守压迫性就会上来了。是。但是自己的1对1发生失误，再往前传，但这一次球没有办法顺利的往前场送，同样是有失误出现哦。再回到 Okane， 给的比较深，前锋没有办法来接到球。罗玉恩。那这一次的 Okane 他们最主要的球员组成的话，是包括了士林国中，然后还有淡江中学、明德国中、光复国中，还有 TAS 美国学校，是也算是联军啦。对，一个联队。那这个俱乐部的话，是从2017年成立的。是。可以代表，其实，在北投区那边的小朋友，如果想要踢球的话，可以找一下新北 Okane。我刚刚所喊出来的学校，其实基本上就是往北投，然后再往淡水这个分布。这几次都是在禁区外的长射啊。这边是直接送超过半场。现在是邱场杰也来到场上，我看你这边有洪子晴，所以还在场上的包括罗玉恩和金晶，那另外的话洪子晴。压迫上来，
球给的稍微深了一点哦，最后是直接给到了对手的脚上。两边这样来来回回，其实时间已经走了上半场的一半了哦。目前两队都打得比较急躁一点。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啦，又是这个晋级战，对，多少会兴奋嘛。哎呦，差一点点呐！我这次也是好的起脚机会，许荣佳。申若曦这边可能心稍微惊了一下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哎呦，差一点，真的差一点点啊！也是透过一个拦截之后，创造出自己一个射门的机会。而且刚好前面的防守者其实对于申若曦的视线上来讲，会稍微有点遮挡到。没错。再回到自己的后场，大脚小姐往前送，后卫这边在复位上面做得很快，这边是1对1的机会，但后方前射球衣的球员是直接把球给断掉。其实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们自己台湾5人制的足球里面做的还不错的一环，就是我们在防守端其实跟的都还蛮快的。进攻端有的时候处理起来会比较急躁一点，可是我们的防守端其实是还蛮稳定的。因为其实如果去看国外的5人制足球的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进攻端那个轮转会很快，是两边真的是来来回回的在跑。但是进攻端也要取决于个人的技术啊，个人条件，才有办法去做出想要做出的战术。对。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啦，对，需要一点时间来堆叠起来。那联队有一个坏处就是它需要花很多时间下去整合、去磨合，对。因为可能大家平常就是从不同的体系出来的，所以你要说熟嘛，可能就是这几天比较熟。对，前面练球的时候，因为像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有一些俱乐部他可能1个礼拜是练1次球。对，这可能连俱乐部本身都没熟到哪里，然后突然间连队又连起来。哦，这是一个自己很个人的突破，创造出一个射门。哇，可以看到这几球其实都是卡内这边在射门啊，申若曦有点辛苦。申若曦今年是7年级了，所以其实还蛮年轻的。7年级是国1嘛？国1，对。角球的机会，传挡球被挡下来，詹玉静拿到球之后直接往前送，防守也来得很快，球权没有掉，还是在南投竹城水里的手上。穿越进来了，但是等了一拍，没有选择要自己转身来带哦，有点要走这种 give and go 的球路。好，再回给守门员，大脚直接往前场送。他内往中间传，但是这里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好，守门员直接往前场丢。在刚刚的时候有出现这个守门员在死球完之后直接发到前场，这是在活球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是在死球之后，你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对，所以刚刚才会有那个吹哨，那应该已经在大概3-4分钟之前。对，因为刚好他现在有做这个。那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球队不要像手榴弹一样一直砸，然后可以训练从后场开始做发球、做传球、做倒球、进攻。
哦哟，这次的角球，申若曦心里又惊了一下，想说他今天比较忙哦。哦哟，大脚啊，力道有出来，但高度的话就没有控制好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的角球，进来之后直接大脚射门，这个已经几乎在中场的距离了。1对1在边线，哇，球没有保护好。何晶晶，想要再传回来，结果变成了对方的前场球。我这个年纪啦，有些时候在足上的功夫哦，真的会比较急躁一点，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抬头，甚至是好好的去阅读防守之后，我再去做传球，这是难免的，所以失误会比较多，是难免的。在决策上都会失误。对。而且老师也有提到，毕竟是连队啊，那连队的话，可能大家默契也没有到那么好，就是在沟通上面可能没做得很好。对。这球也是给深了哦。我看了空间啊，但是给球的力道跟位置太深跟太用力了。对。不过5人制足球，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有让大家注意到。对。毕竟在大专那边，有比较多好玩的画面出来。所以在场上没有一刻可能松懈。对。因为1秒就会有变化。真的。而且那时候又是在冠军赛的时候发生的。1分之差。好，再传球回来。上半场时间剩下6分钟。好，也是直接往前丢到前场，但接到球的是对方的守门员。是。好，轮转做得很漂亮哦。要再给回来，还是发生失误。前面的轮转做得还蛮漂亮的。OK， 球权再拿回来，这次想要穿越2个人之间来找队友，被破坏掉了，但球权没有掉。就是 Okane 罗玉恩中场球。罗玉恩一堆防守他的是詹于静，那詹于静其实身形比罗玉恩高了1颗头。1对1的机会，也是起脚之后差了一点点了。守门员这边有及时的过来去干扰球，碰到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撞墙，2个人的组合创造出一个射门。对，那守门也挡得不错。我这种2人小组的搭配上面像刚刚这种撞墙，其实真的就是默契。前面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就几次想要做这种撞墙的时候，其实可能传完之后，你要再往前加速，速度就不够快。对。大脚往前场送，但是队友也没有跟到。这种失误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对，这种失误就会比较费力，因为你就是要再来防守了。对，而且算是有点不必要的失误啦，因为其实刚刚防守者也没压迫上来，你可以再有点耐心，对，有点耐心。南投出成水里，好，回给自己后场。球权没有掉，不过空间有被挤压掉了，被包夹。
现在换成对方有起脚射门的机会，挡第一拍。刚刚那一波就是透过拦截，然后创造出一个2打1的机会，但是就是最后一个射门的角度没有做好。对。但机会是有出来了啦。对，机会是有创造出来。那目前比赛看一下，就是如果不管是竹城水里还是新宝康内，他们有哪一队有把握住对方失误的机会的话，那有可能会是胜利的那一方。对，目前看下来的情况下。场上时间2分50秒，那场边喊出了暂停。你这样来来回回的话，其实我相信球员在今天的调整应该已经不会去想什么紧张了啦。对，现在就是在场上，那教练开始可以跟球员来沟通。等等还有2分50秒，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了卡内原本的这个区域防守，一进到自己的前场之后，直接压迫上来，这个效果其实是好的。是对，所以刚刚像是这个直接上来包夹，把球直接夹掉之后的那个射门机会，也有制造出来。对。那在另外一边的话，则是竹城水里。我觉得竹城水里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后场拿到球之后的处理，其实在这2到3波的时间处理上面，都好像只是我要赶快把球送到前场，可是我不管队友在不在那边。对，他们只有在做轮转传球引导，但是他们没有把最主要他们的战术做出来。对。对，他们不是没有球权，只是自己在处理上面会有失误哦，而且甚至是在对方没有压迫上来，自己就把球给踢丢了。对。两边在上半场哦，过去大概22、23分钟都是有射门机会的哦，而且都是有还不错的射门机会。没错。对，那现在双方还是0比0。暂停结束回来，上半场2分50秒。其实这跟看篮球就不一样，篮球毕竟有这个小表的时间，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对。可是其实这样一路看20几分钟，就可以知道无人制足球转换的那个节奏其实很快速。对。踢之后，怎么变对方？好，南投竹城水里。来发边线球的是詹宇静，再给到陈玉竹，三夹球直接被夹掉了，1对1，1对1，再往后给罗玉恩用左脚来起脚，何晶晶。穿裆球的尝试，许荣佳。其实时间还够了，所以上半场要创造出进球的机会还是有。大脚射门力道还是大，高度。卡内第2次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哦。刚刚是在右边，现在是在左边哦。那基本上起脚之后，离龙门可能都还有2到3颗球的这个高度差。角球，直接被碰出界。哇，这球也是可惜了。其实宋中。这个算是给的深了吗？还是跟的比较慢了一点？跟的比较慢，跟球传的速度，还有后面的空间。对啦，他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对。38秒喽，进入到最后1分钟是会停掉的，所以其实，在球出界之后的这种死球时间，其实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对。
哦呦，这颗有停下来哦，再来，哇，射得很正啊！射门的位置、射门的角度都比较正，所以守门都比较好做处理。对。好，直接往前送，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了。上半场结束，新北 Okane 跟南投竹城水里在上半场两边都有射门的机会，不过都没有办法让球进到球门里面，0-0平手。中场的时间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了。
新北 Okane 面对南投竹城水里，这个是在今天呢第1场女子的4强战，两边要来争夺的是冠军战的门票。不过上半场25分钟的时间，两边几次的射门机会都没有办法把握住，所以目前双方在上半场结束是0-0。接下来就要看下半场的25分钟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了，否则接下来可能就要去进入到5分钟的延长赛。那上半场的时候，在新北 Okane 在防守的策略上面其实效果还不错，包括进到半场的一个区域，然后再进入到自己前场之后的压迫。竹城水里的话，则是在自己进攻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无谓的失误，可能在对方还没有压迫上来的时候，球就急得去传掉。他们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守门员，他们很急着把球送到前场，可是送到前场之后，自己的队友其实都不在球的落点的那个附近。对，都没有上去做接应，跟上去做接应。好，现在球权拿回来喽。南投竹城水里是身穿浅色球衣，深色是新北 Okane。好，开始边线球。不断的被压迫，最后这一次网中的传球，现在换成 Okane， 吴玉恩，哎呦，这里好像自己脚上失误想要做一个挑直线的动作，但是没有做好。在上半场的时候也有提到，南投水里在近年来其实在培育基层的女足上面是蛮积极的。那有提到的是，包括像水里国小、水里国中，其实在全国大赛里面都是有好成绩的。对，对。那接下来的话，他们可以衔接上的是水里商工。是，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在阵容里面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包括水里商工，然后水里国小、水里国中都是有球员在这里面。是。水里商工应该没有了，因为他们是高中生。但是国中跟国小端一起来，因为像陈品慧跟古彤啊，他们就是6年级，那就是国小端。这次射门的机会其实就还不错。申若曦这一场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对。Okane 在上半场几次的射门机会，其实因为角度都射得比较正，所以对于申若曦来讲的话，要挡其实也比较好挡。但刚刚这颗其实应该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角度出来。好，许荣佳这次的射门也是直直的被挡了下来。慢慢的又被逼回到自己的后场，现在大脚往前场传。竹城下半场就开始有采取不同的打法，就是3-1的打法，然后3个球员在后场做轮转之后，把球传导给前面的 People。对。
长臂结果给的比较急了。对。手再回到Okane手上。透过一个很漂亮的2个人的撞墙组合，然后自己突破，创造出一个射门的机会。罗点爱这次赛会的第1颗进球，他这个就是一拿到球之后，靠着自己的速度差，还有他的脚上功夫，往中间带之后左脚，很漂亮，一个进球，突破了申若曦。对，前面才提到申若曦压力很大哦。下半场开始射的这个角度有出来了啦，不是像上半场这么直这么正哦。对。好，新北 Okane 1-0。这个进球其实等的有点久，整个上半场再加上下半场过去大概6分钟左右，大概等了30到31分钟。没错。那现在可能就有很多战术可以运用在新北Okane队身上。哦哟，球夹掉，罗玉恩停球，哇，第2脚没有办法跟上来，停球基本上要么自己带往回带啊，要么就是给到后面的队友了，但是第2脚跟不上来，但球权没有掉，罗玉恩。中场附近的边线球，好，墙壁招出来，前面是多打少的机会哦。好，第1拍慢了一点，对，很可惜第一脚的触球没有控制好。好，现在换角球，再往回给。许荣佳，再给进来，最后还是失误收场。竹城水里，换成Okane的球权，罗玉恩，转身，又给到何晶晶，罗玉恩再来，好，至少到禁区里面，竹城水里的防守跟得很快，角球进来，一样是用左脚的起脚，这一波都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漂亮的一些传导跟一些配合战术的配合。竹城水里的教练呢，在先前的访问里面又有提到，毕竟球队的组成其实算是比较年轻一点啊，他们其实各个比赛他们都会去参加。对，那当然这是青少年的比赛，大家的年龄层次差不多。但他就是希望能够从各个不同的比赛，无论是我现在带的小朋友是原本自己青少年组的比赛，还是我甚至到了这种成年组的比赛，我也会当小朋友去参加。就是希望他们的经验越来越多。那其实，在中场的时候，也有跟老师你有聊到说，就是他们接下来的发展，这场比赛究竟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要舞台还是他们是要升学？那其实对于像是竹城水里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俱乐部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可能未来小朋友可以去参加到，老师也有提到县市代表队。对。那甚至的话，现在5人制的足球在国际赛上面的机会也很多，也希望能够披上这个梅花，对，国家队战袍。但我相信第一个目标是县市代表队。对。
下半场还有大约15分40秒，大脚向前送。这里在配合上还是有失误出来，对，很可惜没把球控好。对，机会都是有创造出来，传球机会都有创造出来，空间都有创造出来，但是就是最后那一脚都没有把球控制好。然后就是在基层的，就是必须要把这些技术东西把它做好。下半场到现在，竹城水里的球有进到禁区里面吗？是不是还没有到禁区里？最主要的话，其实都是可能在中场附近。对。那一方面可能有关于体力下滑，对，或者是球员本身的阅读比赛能力，目前还没有找到方式能突破新北欧卡内队的防守。对，现在就是最后那一脚要传进去，传到这个心脏地带的时候，其实这边就会发生失误。对。那邱场杰现在是在场上，包括现在接球的古潼。古潼今年是小6啦，那他其实，在赛会里面也有2次的进球记录。3张球被挡下来，这次再来，后面有罗玉恩，很漂亮，看到一个2杆机会。前面何晶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了，结果没想到罗玉恩在后面，哇！第一拍守门员要跟出来，但第2拍其实罗玉恩这里就真的完全挡不掉了。对。新北欧卡内梅开2度。所以下半场的节奏就有点峰回路转了。对。老师担心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了，因为老师今天下午你们球队也有要比赛，对不对？今天没有，今天没有轮空。那你们我们是明天的球赛，直接比排名赛。明天是冠军战，直接是冠军战。对，哇，排名赛昨天打完了。好，老师我很期待哦。还是 Okane。我其实从上半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Okane 这里有比较多这种好的射门机会。那竹城水里不是没有，可他们可能就是要可能到10波里面才会有1波。对，他们的频率比较少一点哦。这个可能就是到下半场开始体力下滑之后，Okane这边可以进到第2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可以从上半场里面就略知一二，大部分的进攻机会还是在新北 Okane 的这里。没错。场边的暂停，单投竹城水里。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刚刚有提到，教练希望的第一个是小朋友有这个舞台，对。第2个是经验累积起来。那接下来你的目光其实是放在包括是县市代表队，包括是县市代表队出去比赛之后，能不能够去选拔到国家队？没错。那老师也有提到，现在其实，在我们自己国内里面也有联赛了。对，也有联赛，那可以作为联赛的梯队。像如果以联赛来讲的话 ，FF1 台湾5人制足球1级联赛是金靴奖，是不是就是老师你们的选手啊？戴奕云。对，没错，他是代表那个台北海洋云豹的。对。但是目前球赛没打完，也很难说。对，如果观众朋友们觉得说想要去踢足球，可是因为毕竟一般来讲，你要找11人制，那足球场地又大，然后人又比较难找。其实你可以来玩5人制，而且5人制在安全性上面其实是蛮高的。
其实我觉得从小应该培养五人制，因为他的脚底技术会接触球的次数会比较多。对，就是对于往后发展四人制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对，所以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让自己的小朋友也踢足球，这通常要等世足赛的时候。对，所以想要让4年小朋友对踢个足球，其实真的就可以考虑5人制的。你以为说在踢11人制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会被边缘化，他永远接不到球，或者是他就是跟不到，节奏没有办法跟得上。现在都是直接往前场传哦，看队友没跟到。其实新北有看点，他可以再打得有点耐心，因为毕竟目前他们现在是赢球的状态下。对。反而是竹城水里可能需要节奏要加快，他们会打得比较急躁一点。竹城水还是这一拍，就是这一拍。对，就是在最关键的那时候，他们球都会掉。对。送有送得进去哦，那变成说就是在考验洪敬杰。接到球那瞬间要怎么样去做处理？对，是自己停好球做转身，还是分球当支点传给队友？对。带进来还是没有办法穿越最后一道防线。两边队有一些失误，最后把球碰出界的是詹宇杰。再回到守门员，要准备进入到下半场最后的10分钟。卢玉恩，好，卢玉恩，球保护住，好。最后被压迫的情况之下，再回给守门员，守门员也是直接往前场传，头锤的摆渡，结果球权是来到了竹城水里手上。哎呦，差一点点。我看呢，中间球线太长了，直接被断掉。前面不断的在找队友，但退防其实也来得很快。对，回防得很快。有勾了一脚。那五人制在被多打少的时候，防守端就是要做到延迟。让你队友赶快尽快回来做帮忙，这个很重要。哇，这一拍踢的还是急了一点哦。对，其实找不到机会。这个传球还是选择上还是有点错误。而且他其实刚刚起的这一脚传球，这代表他其实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跑到哪里去，因为从画面上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到他的队友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颗球。对。好，再重来一次。又再次发生失误。
换成 Okane。下半场哦，体力是真的会下滑。对，Okane现在是林玉佩又来到场上，不过他上场已经一阵子了。罗玉恩，1对1，哦，这里都是没有注意到防守者，一个拦截。然后我觉得在育成年代的这个年纪下，我觉得应该可以像他们这样尝试多一些组织。那不管今天成功或失败，可以在这个失误当中去做学习、做调整，这是好的。我这边又要被挤压掉了，所以只能往后再回给守门员。你自己往边边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如果你带的比较深的时候，变成你的防守者跟你准备要传球那一位的防守者，基本上就会变成是2个人去夹掉1个人，角度就会有受限。对，你有的时候你自己在中间处理球的时候，你会希望球线不要那么长，所以你会自己往边边带。但你带到哪里，你的位置就很重要了。对，你带一带，反而把自己带到陷阱里面那种感觉。罗玉恩。哦，这边往里面是给到了罗点爱，今天2颗的进球，罗玉恩跟罗点爱双罗组合。是，哎呦，这么是有点高。许荣佳上半场也是有这种尝试哦，高度再调整一下都有机会。没有意外的话，明天还是会在冠军赛里面看到他们。没错。哇，这边变成是1个人要挑战2个防守者。全玉竹目前在赛会里面还没有进球的记录，不过她是9年级的学姐。吕佩琪的话是7年级。国1，今年有1球的进球。对，现在竹城水里要打的节奏再快一点。对，目前他这个节奏要再调整一下，或是在防守端可能要再积极一点，多主动一点。昨天南投竹城水里是拿了6分哦，6-3去击败掉花莲鲁拉拉光复。他们目前总共的进球数是8颗，昨天占6颗。前面的话，在小组的循环赛里面是0胜2败。是。对，进攻端上面可能是他们比较可惜的一环。当时在小组循环赛里面，他们是在 A 组有面对过新北 Okane。那南投竹城水里在2场比赛完之后0胜2败，就是只进2颗球，但是丢了5颗球出去。那新北 Okane 的话是2战全胜，赢了嘉义县跟南投竹城水里，那有5颗的进球，丢了3颗球。不过现在进入到这个是单淘汰赛，所以就是 win or go home 的那种感觉。因为昨天南投竹城水里已经先体会过一次单淘汰赛的甜头，是一场决胜负，就是很有机会会扳倒，就是小虾米来扳倒大金鱼的戏码。没错。哦哟，这次的射门差一点点。不过这大概是下半场竹城水里算是比较少数好的机会，有一个好的射门机会。
他呢？哦哟，差一点点，很可惜。这个也是大好机会，而且他前方一度是没有防守者去对位到他的。他的第一脚控球的蛮好的。这边衔接都还不错，卡在后面。对。哦哟，是不是守门员刚好手有稍微擦到球啊？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哇，他这次角度稍微差一点。很可惜，一个2打1的机会，球没有传好。1分半哦。南投竹城水里现在有时间压力。这次是穿裆球，不过踢得比较弱一点哦，所以速度慢的情况之下，有被防守挡到。守门员是可以好好的处理起来的。好，最后1分钟了，最后1分钟要踢进2颗球，这个节奏要很快啊。对，但也不是，对，也不是不可能。对，没错。对，当然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对。但是因为停表就很难说，因为1分钟内有停表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是1秒、2秒就发生的事情。对，而且5人制节奏又更快了。但我在想，教练应该现在会是希望，就是小朋友，你先不要想着去追平，或者是把比赛拿下来，我们先进1颗就好。对，我们先进1颗就好。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啦，青少年跟少年的阶段，我觉得有时候赢不赢是一回事，可是你在场上有发生什么好的事情，对球员可能那个印象会更深刻。对，在过程中把好的留下来，然后错误的就去做修正、去做调整，在下一场再做调整、做改进。像罗典爱今天也进了他在今年台湾冠军杯第1颗进球，那他应该就会回去把他影片截下来。对。我刚刚应该有叫得足够嗨吧，希望他感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让这青少年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做享受。对，青少年足球协会跟5人制足球协会今年是首度的合作，把这个国中组的比赛给办理出来。对。好，下半场结束，那最终的话是新北 Okane 2-0，在这场女子的4强赛里面击败了南投竹城水里。顺利的收下了明天冠军赛的门票。我想这整场比赛我们从上半场入到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新北Okane真的在节奏上面真的是算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啦，包括是射门的机会，没错，做了一些调整。对，那南投竹城水里的话，进入到下半场，其实体力下滑真的应该是有影响。对，那在这2队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到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在战术打法上面是有那个样子的，但是在成熟度熟练上面就没有到那么好。对。好，那这场比赛过后，也代表在早上的比赛准备要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的下一场比赛会是到12点10分，所以届时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另外一场的女子4强赛。这场比赛转播工作，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这场的陪伴。我是秉承，下午见了，拜拜，拜拜。